美国惊现食脑虫真的会吃掉你的脑子吗？2020年8月初，佛罗里达州一男孩游泳时被食脑虫寄生，因抢救无效死亡。解剖后发现大脑已经被撕咬的全是孔洞。食脑虫有多可怕？你相信电影中吃人脑的寄生虫其实就在你的生活里吗？近年来，在美国发生了多起骇人听闻的食脑虫感染。自1962年至今，已经出现了145个病例，仅有4人幸存，致死率高达 97%。食脑虫学名叫福氏奈格里虫，实际上它是一种单细胞微生物，体型很小，主要生活在温暖的淡水和湿润的泥土中。在水中，它们会由囊泡转化成虫状，并伸出一对尾足，开始享受生活。也就是说，食脑虫从一开始并不是冲着人脑来的，在水里它们就能完成自己需要的生命活动。之所以演变成食脑虫，还是跟人自身的卫生习惯有关。很多人喜欢去自然水域中游泳，恰好和食脑虫的生长环境重叠了。在游泳过程中，如果人的鼻腔呛水，就会导致食脑虫顺着鼻腔进入脑内。在大脑里，这种食脑虫找不到它赖以为生的食物，就会试图往大脑里钻。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呢？就是它在你的大脑里钻来钻去，激发了人脑的防御机制，就像免疫系统对入侵的病原体发起总攻一样。大脑会开始发炎、肿胀、颅内压增高，这些症状反映在人身上，就是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发烧。这些症状都是你的大脑希望赶紧把这些寄生虫排出去。如果过了这个时段，就说明大脑防御失败了，寄生虫已经在你的大脑里产下了虫卵，接下来人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因为大脑皮层已经被破坏，人很快就会失去嗅觉、味觉等等，最后会出现昏迷。最后由医生宣布病人已经临床死亡，配合上他 97% 的致死率，简直不要太可怕。早在1961年，这种恶魔疾病就出现了，并且立刻就震惊了整个美国。1962年到2020年，全美一共出现了149位病例，同年中国也发现了相关病例。1987年，河南驻马店发现第一例感染者，随后1988年和1994年，台湾各报告一例。距今最晚的是在2006年，河北省石家庄报告一例。虽然总共报道不超过10例，但是很不幸，全部死亡。在中国，这种病症的死亡率是100%。事实上，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种致死率接近100%的疾病——狂犬病。狂犬病一年发病量就达到400多人，死亡人数410人。相比而言，狂犬病才是真正的杀手。食脑虫案例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简单的点就在于防御十分简单。首先，最好不要去野外河流游泳，基本上就断绝了感染食脑虫的风险。实在想去野河，加个鼻塞、鼻夹子，也能有效阻断食脑虫奔向大脑。难在于食脑虫一旦进入大脑，即便是以现在的治疗条件而言，救活的概率也十分之小，基本上人就被宣判了死刑。但是听说家里的自来水也是从江河湖泊里抽的，那么我们使用家里的自来水会不会感染食脑虫呢？首先，食脑虫被喝进肚子里是没事的，除非在被感染的河流里鼻子被呛水或者使用了洗鼻器，否则基本没有被感染的风险。而且中国的用水标准还是相当严格的，能送到家里的自来水基本上是消杀了绝大部分细菌的。食脑虫虽然听起来可怕，但是这些年的数据表明，从90年代至今，全世界的感染死亡率比1年内因狂犬病致死的人还少。感染食脑虫的概率跟抽彩票差不多，0.6%的概率都中不了，又怎么会在14亿人口中死神抽中你呢？